规则，每人每天自动向宿主缴纳100元消费金。难道我也有系统了？当日零时结算。这是真的吗？今日消费金到账61208万4700元。这居然是真的！我没有看错，真的有6000万。重要提示：消费金仅限在本县行政区域内使用，不可提现，不可转账。太好了，我终于要走上人生巅峰了嘛！血压148/96。这几年熬夜加班，把自己的身体都拖垮了，现在的身体就像60岁大爷。32岁，高危人群，被城市贴上了标签，甩不掉。凌晨2点了，我决定了，明天我就去辞职，这破班老子不上了。第二天一早，把辞职信摔到老板桌子上，走出来的感觉可真爽啊！张苗，方案改完了吗？方案改完了吗？马上。深夜11点，杭城的夜空看不见星星，只有密密麻麻的写字楼灯光。杭城10年，985毕业，月薪4000到12000，房租800到4000。房东消息：下个月房租涨500，余额23186块5。好久没有吃鸡蛋西红柿面了，想起小时候在老家，一碗面能吃得满头大汗，那种满足感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了。退了房子，10年的杭城生活终于结束了。老刘生煎，开了20多年。30个。支付。叮，支付成功，消费金额87元，本日剩余6万。打包，带回去给我爸妈尝尝。谢谢。步子都是飘的，老刘的煎包可是杭城有名的，带回去给爸妈肯定喜欢。终于，我要离开10多年奋斗过的地方，重新开始了。高铁4个小时，转大巴1个小时，再转乡镇公交40分钟。妈，苗子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妈，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筷子掉了，给。消息传得比我预想的快。第二天一早，苗子回来了，听说开豪车了。大舅、舅妈、二姨、表姐。苗子，你听舅一句劝，年轻人不能这么没出息。你一个985毕业的，回来能干什么？当收银？苗子，你是不是在那边犯了什么事儿被开了？大舅、舅妈、二姨、表姐，我就是累了，想歇一段时间。工作的事儿我自己会安排。谢谢你们的关心。距离大舅他们劝说都好几天了，今天没什么事情，出去逛逛。
县城太小了。苗子回来啦？从杭城那边回来了。听说你从那边辞职了呀？想回来休息一段时间。打算干点啥？还没想好。我听说这年头大学生也不好混啊。婶儿，我还有事先走了。县城太小了，转来转去就那么几条街，到处都是熟人，每次碰面都要寒暄几句。接下来几天，开始县城调研。商业集中在3条主街上，业态单一，整个县城只有1家电影院，15年前建的，几乎没人去。年轻人大批外流。街上看不到几个30岁以下的，人口流失严重，基础设施老化严重，一条路坑坑洼洼，下雨天没法走。把问题一条条记下来。娱乐场所改造烂尾楼，建综合娱乐城。超市开一家大型商超。就业办产厂。道路修路。这哪是做生意？翻新，这是要把整个县城翻新一天。丁，检测到宿主开始规划消费方向，解锁辅助功能，消费带动就业 buff， 每消费1万元将为本县创造 0.3个就业岗位。一天花6000万，创造1800个岗位。一天1800个岗位。还是先自己买来辆车，该买什么车好呢？低调一些，买个奥迪 A6。系统提示：消费金额与宿主身份适配的过低。建议适度高调消费，树立有钱创业者人设。系统还会给这种建议，也有道理。既然如此，那就去奔驰 4S 店看看吧。去看看 S 级的奔驰。女销售顾问看到50红光，脸上闪过一丝失望。先生，看车。有 S 级系列的吗？您确定？迈巴赫 S680，有现车吗？有一台黑色现车，落地价387万。全款，今天能提吗？能提，但手续最快也要明天。那就明天。全款付清，支付。丁，支付成功，已扣除10%跨区手续费。明天来取车。第二天，我把那辆 S680开回仓县的时候，整个县城都炸了。这车得几百万吧？整个县城没有人见过。哇塞，这是辆迈巴赫呀！这谁呀？这么有钱，开这么好。消息传得比自媒体还快，几分钟就传遍全城。哟，苗子，这谁的车呀？我的。你哪来这么多钱？赚的。李婶将信将疑，但门外的议论已经炸开了锅。不会是搞什么歪门邪道吧？苗子，那车真是你买的？你哪来那么多钱？妈，我这些年存了点钱，做了点投资。他将信将疑，但没有再追问。父亲盯着那串车钥匙看了很久。这孩子比他老子强。是啊，难道我儿子真的走了歪路？德厚，你们家苗子到底怎么回事？我听老李说他在县城开了一辆300-400万的车。他说是投资赚的。投资？什么投资能赚这么多？他一个刚辞职的打工仔哪来的本钱？德厚，你可得问清楚，万一他走了歪路，你们老张家可就完了。
挂了电话，父亲把我叫到客厅，把大舅的话复述了一遍。那你总得有个说法吧？爸，我没有走歪路，该交代的都会交代，但不是现在。你大舅说要去派出所打听你，那就让他去吧，底气很足。用意念调出面板，县城消费金系统。宿主张苗，61万多人。今日消费金6128万4700元，已消费金额394万7087元。丁，未使用消费金不累计，每日零时充值。每天清零，意味着我必须当天把6000万花完，这是一个巨大的压力。重新算了一下，6000万一天，在一个只有60万人口的小县城，平均下来每个人都能分到100块，但花的人是我。6000万一个县城一天，我总不能每天都买100间商铺吧？忽然想到一个方向，实业投资，自己办厂，自己开店，自己建楼。系统提示：宿主理解正确。承让。我看着这个数字，越想越兴奋。花1万元创造0.3个岗位，那他一天花6000万，一个月就是54000个岗位。按照这个速度，要不了多久，我就能成为世界首富了。苍县劳动年龄人口大约30万，几个月后，整个苍县的劳动力都将被我一个人消化。开始做详细规划。笔记本上，我写下第一个项目的名字：烂尾楼改造季计划，苍县 CBD 娱乐城。苍县最著名的烂尾楼叫金茂大厦。说是大厦，其实只有12层。8年前一个外地开发商建的，建到第9层时资金链断裂跑路了，留下一栋只建了框架的烂尾楼，风雨打了8年。苍县人每天路过骂几句开发商，然后继续走路，没人觉得这栋楼还能有救。站在楼下仰头看，心里已经有了想法。开车去了苍县住建局。态度立马变了。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您是想了解金茂大厦的情况？对，这栋楼现在产权归谁？查了10分钟，小陈查了10分钟。比较复杂，开发商跑路后，被施工方和银行都申请了查封，产权在几家单位之间扯皮，理论上买不了。但苍县还有其他烂尾楼，城东有一个烂尾的商业综合体，规模更大，大概3万平米，产权清晰，在城投公司手里。哦，多少钱？1200万。行，对，已经很低了。地段怎么样？但那个地段太偏了，没人愿意接手。偏？那是现在偏。等我把路修好了，厂建起来了，那个地方就是苍县的新中心。帮我约城投的人。城投公司总经理叫周建国，40多岁，在苍县算有头有脸的人物。喂，又是买烂尾楼的。他接到电话时，以为又是什么不懂行的土老板来捡便宜。张苗。但当小陈说出张苗的时候，张先生，请他来。就是那个开迈巴赫的张苗。周建国立马换了副面孔。见面在县城一家茶馆，他提前到了10分钟。如果不是门口那辆迈巴赫作证，他根本不会把眼前这个看起来像大学生的年轻人张先请坐和大老板联系在一起。张先生，久仰久仰。周总好。城东那个烂尾综合体我要了，价格。张苗打断了这套。1200万，我不要价也不还价，但我有一个条件。哦，什么条件？我要开发它，需要各种审批手续，你们城都要配合，1个月内办完所有手续，我可以加价200万。周建国倒吸一口凉气，1400万买个所有人都嫌弃的烂尾楼，这人是不是疯了？张先生，那个位置真的很偏。我知道。周建国张了张嘴，又闭上了。行，不是没见过有钱人，但没见过这么有钱又这么有魄力的。行，我跟上面请示。全款下周2签合同。好，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路？全款买烂尾楼的消息在苍县掀起了第2波轰动，连县外的人都惊动了。当年跑路的开发商刘建华听说了，哪个冤大头
那破楼周围屁都没有，等着烂在手里吧。呸！这番话传回苍县，有人专门跑来安慰我。张老板，那个刘建华说你是冤大头。刘建华是谁？就是前2年跑路那个开发商。哦，他欠苍县的钱还了吗？好像没还。哼，那他的话有什么好听的？一个欠债不还的人有什么资格评价别人？对方被噎得说不出话。我蹲下身，从烂尾楼的框架缝隙看出去，视野里是一片荒芜的农田和远处的山脉，但我的脑海里是完全不同的画面。这里将建成苍县第一个大型商业综合体，集餐饮、娱乐、购物、办公于一体。我不只是在花钱，我在用钱创造一个过去苍县人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买下烂尾楼后，我就租了县里最好的写字楼，开始了招聘。缺人，非常缺人。一个商业综合体的改造，涉及设计师、施工、招商、运营方方面面，我3头6臂也搞不定。但苍县有什么人才？几乎没有。怎么办？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我想花钱，但连帮我花钱的人都没有。丁，检测到人才缺口，消费返黄建筑功能，宿主每消费500万元，与消费项目相关的专业技术人才。丁，人才将以城招商渠道流入苍县有完整的社会身份和履历。那还等什么？立刻行动！联系省城最大的建筑设计院，要一套改造方案。方案我要最好的，30万。负责人报价30万，成交。眼睛都没眨。丁，消费30万元，创造9个就业岗位。采购建材，一次性下单价值200万的水泥、钢材和装修材料，搞定一下。丁，消费200万元，创造60个就业岗位。对，300人施工队，然后通过省城建筑劳务公司一口气调了300名工人，包吃包住，工资日结。丁，已触发人才返还机制，消费满500万元，正在匹配专业人才。1个小时后，手机响了。喂，请问是张苗张总吗？我是从深圳回来的建筑工程师，我叫林婉，在网上看到您这边的招聘信息，我想应聘。马上明白了，这是系统的人。林工，您好，林工，您是什么专业方向？结构工程，8年经验，参与过3个大型商业综合体。来吧，苍县欢迎你。好，我尽快到。林婉来的比我预想的快。第2天上午，这个30出头的女人就拖着一个行李箱出现在苍县汽车站。我开着迈巴赫去接她，她看到车时挑了挑眉，没说什么。先去工地看看。发现这个女人很有意思，不废话不社交，上来就是干。到了烂尾楼现场，她二话不说开始勘察，拿着手电筒把每一层都走了一遍，又下到地基位置仔细看了看。结构没问题，当年施工质量还行，但没有地下空间是个缺陷。加建可行吗？他蹲下来，用手敲了敲地面。这个声音不对。怎么了？这里，挖一下。叫来工人，在墙角挖了一铲子。哎，有东西，下面不是土，是空的。1个小时后，工人们挖开了一个2米见方的缺口，手电筒照下去，所有人都愣住了。天哪，地下竟然还有一个完整的空间！不是地下室，而是当年开发商违规挖掘的地下储藏区，大概1000平米，层高将近4米。我看着这个意外发现，脑子里已经冒出一连串想法。地下1层做停车场，这个做超市，1000平米够开中型超市了。就这么定了。谢谢你的专业眼光，林工。张总，你这个项目比我想象的有意思。施工开始的第3天，有人找上门了。苍县首富赵金彪的儿子赵磊。赵金彪是苍县最大的地产商，手里握着县城最好的几块地皮，身家传闻3、4个亿。在苍县，赵家就是土皇帝。赵磊28岁，开保时捷卡宴，戴绿水嘴，浑身上下透着我爹有钱的气场。他带着2个跟班来到烂尾楼工地，我正在和林婉讨论外墙设计。江修，哟，这就是那个买烂尾楼的老板。车不错啊，迈巴赫 S680。有事儿？我爸让我来跟你谈谈合作。城东那块地，我们家也想做点项目。你这烂尾楼改造完了，周围那几百亩地，我爸让我来收了。别误会，不是跟你抢生意，我们合作，你搞楼，我们搞地，一起发财。赵公子，我这楼还没盖起来，
地的事儿以后再说。他脸色沉了一下。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在苍县还没有人敢这么不给赵家面子。张老板，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我爸在苍县的关系，你应该清楚。清楚。所以呢？赵公子，你回去跟你爸说，我愿意合作，但前提是他把他欠那些工程队的钱先还了，还完了再谈。你，赵金彪做房地产这些年，拖欠了多少工程款，苍县人心里都清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话就是戳了赵家的脊梁骨。行，张老板，你牛，希望你的楼能盖起来。张总，赵家在苍县势力不小。我知道，所以我更要盖好这栋楼。给他点麻烦。第二天我就遇到了麻烦。同志，这一批装修材料不行，就是县城史被撤销。张总，他们说要等领导审批。同志，怎么回事？同志，这批材料手续齐全，为什么不让过？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最近县里整治超载，那就过秤。过了秤，重量在标准范围内。那可能还有其他问题，我们得再查查。同志，是谁让你为难我的？你告诉我，我不怪你。是赵家的人吧？我知道你也不容易。夹在中间，这样吧，这批货你先放行，我给赵金彪打个电话。他犹豫了一下，到底还是挥了挥手。走走走。张苗上了车，没有搭赵金彪，而是直接开去了苍县办公大楼。他没有找关系，没有走后门，他只是很客气地找到了分管领导，把情况如实反映了一遍。继续。外地来的投资商，我们县里要支持，这种卡要行为我会让人查。当天下午，检查站那个负责人就被调离了岗位。消息传到赵金彪耳朵里的时候，有点意思，这个张苗不是一般人。赵金彪决定亲自会张苗，约那个张苗今晚鸿宾头。他让秘书给张苗打了个电话，约在县城最高档的会所吃饭。张苗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工地上，手上全是灰。喂，张老板。好，我会到。他想了想，答应了这个饭局。鸿宾楼是赵金彪的产业，装修的金碧辉煌，在苍县算是独一份。张苗到的时候，赵金彪已经在包间里等着了。张老板来了。张老板，久仰久仰。赵金彪站起来，笑容满面，好像之前那些事儿从来没发生过。赵总好。张苗笑着和他握了手，坐下。开席。酒过三巡，赵金彪开始进入正题。张老板，城东那个项目，我儿子年轻气盛，说话不对的地方你多担待。没事，赵总客气了。但我今天请你来是想谈谈正事。赵金彪放下酒杯，你那栋楼改造完了，周围的地就值钱了。我手里有城东300亩地的开发权，咱俩合作，我出地，你出钱，利润对半分，怎么样？赵总，300亩地你打算做什么？住宅啊，商业综合体起来了，周边的住宅地块肯定是抢手货。赵总，县城的住宅能卖掉吗？张苗问得很直接。苍县现在的空置率非常高，赵金彪手里就有好几个烂尾的住宅项目。张老板，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住宅不急，先把产业做起来，有人来，房子自然就卖出去了。那你就说合作还是不合作？赵总，合作可以，但咱们得换个方式。你那300亩地，我收，每亩给你20万，一共6000万。你拿了钱，把之前的工程款结了，剩下的你想干嘛干嘛。你要是想入股我的项目也行，拿地和工程款抵账，我给你算股份。张苗这话表面上是在谈合作，实际上是把赵家那点见不得人的事全抖了出来。赵金彪最大的问题就是欠了太多人的钱，工程队、材料商，甚至县里的一些小老板都被他欠着。如果能一次性拿到6000万，他确实可以把债还清，体面的退出一些项目。张老板，你这个人狠。赵总，我不是狠，我是想把苍县做好。那天晚上，两人没有谈成具体的数字，但赵金彪的态度爽软了。赵金彪暂时和张苗达成了和解。
他来到了县长刘永昌的办公室，没有寒暄，他打直接切入正题。这场会面将决定许多事的走向。刘永昌今年52岁，在苍县当了6年县长，6年时光足以让一个雄心勃勃的官员看清现实的骨胆。他知道这个县缺什么，但更知道县里拿不出什么，是个想做实事但一直苦于没钱没资源的老干部。每一次向上级要钱要政策，换来的大多是官腔和推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困境。刘县长，我想跟您谈一个事。开门见山，没有铺垫，这年轻人的风格果然直接。你说，我要在苍县建工业园。这个消息太出乎他的意料了。工业园？多大的？第一期规划500亩，涵盖食品加工、服装制造、建材生产3个方向。500亩，3个方向，这是一个真正的工业园。你有多少资金？他不想一开始就把人吓着，但数字又不能太小。首期投入2个亿。2个亿，这个数字超出了他的预期。2个亿，在苍县这样的地方，是过去3年招商引资总额的2倍。2个亿，在苍县这样的地方，是过去3年招商引资总额的2倍。过去3年，县里的招商团队腿磨破了嘴，也只拉来了堪堪1个亿。而现在，一个人一个项目，就带来了2年的总和利值。地要批，还要配套设施，路要修，水电要通，这县能配套多少？投资不只是撒钱，还像个县财政现在很紧张，修路的钱我们最多能配套2000万，够了，剩下的我来。这个年轻人再次给出了超出预期的答案。张苗说得很轻松，这种气度不是装出来的，是骨子里的自信。他的轻松给了刘永让最大的定心丸。修路由我出资，但路修好之后，名字我来定。我还活着的那些年就叫张苗路，用名字命名一条路，这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宣誓。等我死了，你们随便改。这句幽默的补充消解了谈判的严肃，也展现了张苗豁达的人生态度。你呀，张老板，你还年轻得很，别说这种话。当天下午，县政府就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苍县工业园区的建设规划，效率之高前所未有。所有人都明白，这是苍县翻身的大好机会。会议结束后，刘永昌亲自给张苗打电话，这意味着最高级别的重视。他要亲自好消息告诉张苗。地批了，500亩不够的话，后面还可以再加。这个承诺给了张苗最大的自由度。张苗挂了电话，站在烂尾楼的屋顶上，看着远处那片荒芜的农田。这里即将成为苍县新的中心。他的目光已经穿透了眼前的荒芜，看到了未来的繁荣。500亩工业园，3个工厂，数以千计的就业岗位。这些数字将改变无数苍县人的命运。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激活一个县。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的苍县将远不止于此。一颗种子已经种下，静待花开。工业园和商业综合体同时推进，花钱的速度远超张苗的想象，每一秒都有大笔资金流出。之前觉得花不完的钱，现在却像流水一样。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系统面板上的剩余金额，然后开始安排当天的支出。每一天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消费战役。星期一，建材款300万，钢筋、水泥、砖石源源不断的困来，这些材料的到来是建设的基础。星期二，施工队工资200万，200多万，准时足额发放，这极大的激励了工人们的干劲。星期五，工厂设备采购款400万，物流车队定金100万，400万的设备将构成工厂的生产线，100万的定金组建起属于自己的物流车队。星期六，各种审批费、保证金预付款合计约300万，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费用是项目合规的必要成本，300万只是为了拿到继续前行的门票。星期天，各种杂项支出200万，200万元的杂项维持着庞大系统的日常运转，一周2400万，仅仅是开始。一周下来，他花了将近2400万，花完还差得很远。一周2400万，平均一天才300多万，远低于6000万的目标。问题在于，县城的市场规模太小了，他想花钱，但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买。资金的洪流遇到了狭窄的河道。系统他总会求助于这个神秘的存在。张苗呼唤，系统立即响应。丁，宿主请问。系统的回应总是那么及时，我能不能提前支付未来的支出？比如一次性签约一个3年的合同，把3年的钱一次性付了。这是一个天才般的想法。丁，允许。
张苗如释重负，压在他心头多日的大石头终于被搬开了。系统的这个答复解决了他最大的难题。这意味着他可以提前锁定长期支出，比如和建材商签一个3年的供货合同，一次性付清3000万，这样既能花掉今天的钱，又能保证未来3年的建材供应。他开始重新规划支出策略，把每天600万成长期预付款和即期支出2部分，前者用来锁定未来的成本，后者用来支付日常开销。这样做了1个星期，他终于做到了每天消费金额稳定在5000万以上，浪费的钱控制在了每天1000万以内。效率依然不高，但至少没有让系统白白清零，从每天浪费几千万到现在几近于零，已经是巨大的进步。第6天，系统又返还了一个人才，每次返还都给他带来新的助力。这次又会是谁？请进。这次来的是一个叫陈放的年轻土木工程师，26岁，毕业于同济大学，之前在央企干了3年，参与过2个大型园区建设项目。欢迎。他的履历堪称完美，但张苗知道这是系统刷出来的，系统出品必属精品。请坐。陈放是个话很少的人，但对工程质量的执念近乎变态，任何微小的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到苍县的第1天就去烂尾楼工地上转了一圈，没有寒暄，直接进入工作状态，然后回来跟张苗说了一句话：张总，原来的施工方不行，得换。这句话直接尖锐，毫无情面。钢筋间距不一致，有安全隐患，这不是吹毛求疵，而是关乎生命安全的红线。张苗叫来原来的施工队长，面对质问，他支支吾吾：这个是为了省材料。换。1个字，干脆利落，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新的施工队是陈放推荐的，从省城直接调过来的精兵强将，价格贵了30%，但质量有保证。张苗付钱的时候眼睛都没眨，质量和安全不计成本。这句话成为了他所有项目的铁律。这句话传到工地上，所有工人都知道新老板是个舍得花钱的主，老板大方，工人也不能含糊。跟着这样的老板心里踏实。后来系统又陆续返还了3个人才，一个做商业运营的，一个做招商的，一个做财务的，加上林婉和陈放，张苗的核心团队已经有了5个人。张苗越来越觉得这个系统不只是在给他钱，更是在帮他塑造一个能把这些钱花好的团队。2个月后，娱乐城改造完毕，曾经的烂尾楼已经彻底改头换面，现代、时尚，充满活力。说是改造，其实跟重建差不多，原有的结构几乎被完全推翻，投入的资金和精力亚于新建一座大楼。林婉操刀的设计，把原来那个灰扑扑的框架结构变成了一个现代感十足的商业体。玻璃幕墙、流线型外观、LED 灯带，放在苍县这个灰扑扑的地方，像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张苗取名叫新天地广场，俗气但好记。新天地。事实证明，这个名字迅速深入人心。试营业定在周6，所有准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每个人都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不用，他没有做任何广告，只是提前3天让员工在县城几个热闹地方发了传单。这种传统的宣传方式在县城反而最有效。去看看。但苍县的传播效率远超他的想象。一辆迈巴赫，一座烂尾楼，一场堪称疯狂的改造工程。听说了吗？新天地周6试营业，那地方老牛了。试营业那天早上8点，广场门口就排起了队。怎么还不开门？有人天没亮就来等了。9点开门的时候，队伍已经排了200多米，全是苍县本地的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什么人都有。1400万的楼得啥样啊？负1层超市，人山人海，抢购的热情比过年还疯狂。收银台前排了10几米的长队。1层美食广场，40多个档口，从麻辣烫到牛排，从奶茶到咖啡，几乎涵盖了所有主流品类。最火的是一家奶茶店，30块钱1杯的奶茶，一个上午卖了600杯。2层电玩城和 KTV， 电玩城里全是孩子，尖叫声震耳欲聋。抱歉，满房了。KTV 的包间从中午就开始满房，一直排到了晚上10点。3层健身房和办公空间，健身房的年卡当天卖了200多张，办公空间被4家本地小企业抢着租了。亲爱的顾客朋友们，今天的营业即将结束。到了晚上，张苗让财务统计了一下当天的流水，一天的忙碌结束，是时候看看成果了。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个数字。新天地广场今日总流水1246873元，120多万，超出了预期。一天120多万，这是一个令人啧舌的数字，相当于400个苍县工人1个月的总收入。
在苍县这个人均月收入不到3000块的地方，这是天文数字。这个商业体的单日流水抵得上全县1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10。消息传出去的时候，整个苍县都炸了，这成了街头巷尾唯一的话题。社交媒体上也炸开了锅。我的天，这老板得赚多少啊？一天100多万！赵金彪在自己办公室里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了很久。这个消息比他预想的还要惊人。新天地试营业成功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苍县引爆，冲击波迅速扩散，影响到每一个角落。有人看到了机会，有人感到了威胁。第二天，县城所有早餐店里都在讨论这件事。昨天新天地那个人多的走不动道，这个张苗不简单，肯定有后台。听说昨天新天地一天卖了100多万，真的假的？这个问题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真的，我表妹就在那儿上班，她说收银机都打到没纸了。哇，这个细节让所有人相信了。那个张苗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这么有钱？这个问题比讨论营业额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不知道，有人说他是在杭州中了彩票，有人说他是富二代装穷，还有人说他是搞灰色产业的，各种猜测五花八门。得了吧，不管咋说，人家是真有本事。你看那个楼烂了8年，谁都没办法，他一接手就弄起来了。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是啊，人家那是真金白银往里砸，有魄力。对了，听说新天地还在招人，100多个岗位，我去应聘了，工资比别处高1000，高出1000的工资，在苍县极具吸引力。张苗不知道这些议论。钉钉，今日消费金到账61284万4700元。又一天的巨额资金到账了。丁，新天地广场运营数据已同步，该商业体创造直接就业岗位247个，间接带动就业，周边店铺、供应商等预估320个。丁，县城满意度提升至18%，原为9%。张苗的到来开始改变这个县的面貌，请宿主继续努力。张苗关掉面板，走到窗边，他想亲眼看看这些数据背后的苍县。从他的办公室看出去，苍县的主街尽收眼底，那些灰扑扑的老房子，那条坑坑洼洼的马路，那些行色匆匆的路人，苍县还是那个苍县，但已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变化正在发生。他的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无论事业做得多大，在母亲面前，他永远是个孩子。苗子，你大舅刚才打来电话了。大舅？那个之前眼高于顶的大舅？他说什么？他问你有没有什么活可以给他儿子干。风水轮流转，大舅的儿子，也就是他的表弟王磊，高中毕业就在家里待着。我儿子不打工。那时候的大舅何等风光，何等自信，现在这个大舅竟然主动低头了，曾经的高傲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这个头低的让人既觉得解气又觉得心酸。妈，你跟大舅说有活让他儿子明天来新天地找我。好。这个决定彰显了张苗的气度。曾经的绝境不过是命运的转折点，所有以为的终点其实都是新的起点。那个胡同不是死路，而是拐了一个弯，只要走下去总会柳暗花明。巨大的财富，庞大的团队，改变一个县的能力。新天地广场火爆了整整1个星期，日均流水稳定在100万以上。张苗还没来得及庆祝，周一上午，3个穿着制服的人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工商局的人来者不善，带队的是稽查科科长孙建国。你好，我们是苍县工商局的，有人举报你这边存在不正当经营和偷税累税问题，需要你配合调查。果不其然，麻烦来了。孙科长，请坐。需要我提供什么材料？这个年轻人的镇定出乎他的意料。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近1个月的财务报表、所有供应商的合同、员工的劳动合同和社保缴纳记录。另外，我们需要调取你们的收银系统和银行流水。银行流水，这涉及最核心的商业机密。没关系，孙科长是公事公办，我们配合。把所有的证件、合同、报表一一拿出来，码放在桌上。孙建国翻了翻，脸上的表情从史事变成了意外。材料非常齐全，甚至比很多大公司都规范。这完全不像一个刚创业几个月的公司。你的银行流水呢？银行流水，这是最后的防线，也是最私密的信息。孙科长，我的银行流水涉及个人隐私，如果您需要调取，请走正规程序，我可以配合签字授权，但直接提供不太合适。孙建国盯着他看了几秒。行，那走程序。张苗的应对
专业且无懈可击。临走前，孙建国回头看了一眼张苗的办公室，装修简洁但用料考究，桌上摆着一台最新款的电脑，窗台上放着一盆绿植。张老板，我提醒你一句，有人盯着你，早点把税务和工商的手续全部办妥，别给人留把柄。多谢孙科长提醒。简单的感谢包含了多重含义。林婉关上门。张总，这是赵金彪的人在搞鬼。哼，赵金彪，又是他。我知道，但我正好需要一个机会把所有的手续过一遍。赵金彪这是在帮我查漏补缺。你不生气？为什么要生气？我做的事儿全部合法合规，他越查越证明我清白，反倒是他赵金彪经不经得起查。对啊。林婉愣了一下，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看懂这个老板。工商局的风波还没完全平息，张苗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这个电话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是福是祸，接起来才知道。张苗同志，我是刘永昌，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便饭。刘县长的私人饭局意义非凡。好的，刘县长。张苗愣了一下，但很快答应了。刘县长的饭局去是必须去的。饭局设在县政府食堂的一个小包间里，不是鸿宾楼那种奢华的场所，而是4菜1汤的家常菜。刘永昌穿着一件旧夹克，看起来不像县长，更像一个普通的中年大叔。张苗，坐，别拘束。哎呀，坐，别拘束。县长亲自倒茶，这个礼遇不低，谢谢刘县长。没急着说话，他知道，在这种场合，谁先开口，谁就可能失去主动权。工商局的事儿我知道了。县长主动提起，说明他一直在关注。刘县长，那是正常检查，我配合得很好。张苗的回答滴水不漏。正常检查？哼，我一个县长当了快7年，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我心里有数。有人举报你偷税漏税，但你上个月交了多少税，你知道吗？这个问题还真没关注过，确实不知道。财务都是系统自动处理的。872万，你一个人交了苍县去年全年税收的13%。3个月前，你还是个无业游民。空气安静了几秒，这个数字的分量压得人有点喘不过气。一个曾经的失败者，如今已是县里的纳税大户。没有接话，他不知道刘永昌说这些的用意，所以选择静观其变。我不是在怀疑你，我是想知道你到底想做什么。这不是官方的盘问，而是一个老人的刘县长，我想把苍县建成全省最好的县。这个答案出乎刘永昌的意料。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有些狂妄，但在那一刻他是认真的。刘永康盯着他看了很久。全省最好的县，你知道咱们苍县现在排第几吗？倒数第6，所以才有上升空间。刘永昌陷入了沉思，他看着张苗，眼神里多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一刻，刘永昌真正开始把张苗当做一个可以共谋大事的伙伴。那天晚上，他们聊了2个多小时，从工业园区的规划到县城基础设施的改造，再到教育和医疗的提升。刘永昌发现，这个年轻人脑子里的蓝图比他想象的大得多。我信你一次，但我有个条件，你要做的事必须和县里同步，任何大项目先跟我通个气。不是我要管你，是我不想你撞到南墙。成交。一杯清茶，一个约定。